如果我告诉你，牛郎和织女其实上是永世不得相见的陌生人，是不是一下子就打破了你对七夕所有温柔美好的幻想了？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这个七夕故事，不是都说他们每一年要跨越银河，鹊桥相会一次吗？那其实上并不是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给你讲一讲牛郎织女到底能不能重逢。我们先好好认识一下这两颗在夏季夜空里最亮眼的星星，永远不要停止思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一，我是娜娜。那织女星，也就是天琴座的阿尔法星，它是一颗通体泛着清冷蓝白色光线的恒星，亮度特别高，是夏季夜空里妥妥的明星了。它的体积、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太阳，表面温度也比太阳高很多，距离我们地球大概25光年。简单理解，它是一颗年轻、明亮、生命力极强的蓝白色亮星，安静地悬在银河的一侧。而牛郎星中文正式名称叫做河谷2，天文编号是天鹰座阿尔法星，亮度同样很出众，颜色偏暖白。相比织女星，它距离地球更近了，只有16光年，自转的速度特别的快，所以它的星体不是正常的球形，反而偏偏带着一点扁圆的弧度。两颗星星一东一西，隔着整条银河遥遥相望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衍生出了千年以来的鹊桥传说。所以他俩就是一个清冷，一个温润。对，那为什么说牛郎织女要永不相见？当我们肉眼看星空，就会觉得它们其实上挨得很近，好像打个太空飞的也就能见上面了。但实际上，它们真实的星际距离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想象。牛郎星和织女星的直线距离大约也是16光年。很多人对于光年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，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来说，就是光速是已知宇宙当中最快的速度了，每秒能跑30万公里。那如果我们拿着手机从牛郎星给织女星打一通电话，喂这一声，它以光速传播，单程就需要16年才能送达，而返回一句话，它也要16年的时间，信号再传回来就整整需要32年的来回。我们的人生也就短短数十载，一通跨星际的电话就要打上半辈子了，这也太远了。那他们会不会慢慢的靠近，直到有相遇的那一天？那这也要让你失望了。他们不仅不会靠近，反而在持续不断的互相远离。在宇宙中，很多恒星都是有引力牵绊的，会互相环绕，彼此牵引，形成双星系统。而他们俩之间是没有这种系统的，他们只是各自在银河系里边按着自己的轨道奔跑的，方向也是不一样的，距离也就越拉越远了。他们只是刚好处在同一片夏季星空，只是人类视角里边的遥遥相对，本质上还是两颗毫无关联而且独立运行的恒星。根据天文观测的数据呢，两颗星星正在以每秒钟30公里的速度朝着不同方向逐渐走远。这个速度放在地球上快到极致了，放在宇宙中看其实上还是有点慢的，但是日积月累，跨度还是很惊人的。每过去1年，他们的距离就会拉得更远一些。神话里边的岁岁年年的重逢，在现实里边其实上是渐行渐远的，他们从来不会相遇，未来也永远不会重逢，是宇宙里边一场注定无解的长久异地恋。听完突然感觉好遗憾，并不浪漫。是，不过他们在夏夜的这个夜空里真的是好看啊。对，很好看。普通人要怎么去找到它？就是到时候我们在七夕晚上可以亲眼见一见这两颗星。想找到它们，其实上也很容易，也不用什么专业的设备。天黑了之后，只要天气是晴朗的，光污染且少一点的，肉眼就能轻松的找到它们。首先，大家记住一个核心的标识，就是夏季大三角。整个夏天夜空是最醒目的3颗亮星了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。有几颗形成菱形的星星就是天琴座，而旁边那颗有一点蓝蓝的，其实就是织女星了。靠近银河，旁边带着2颗小星星像是挑着扁担一样的那一颗星星就是牛郎星了。还有一颗是位于银河正中的天津4，3颗星星共同构成了夏季夜空的标志性轮廓。抬头望去，你就会清晰地看到一条淡淡的银色光带跨越整片天空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银河了。牛郎星是在银河的东岸，织女是在银河的西岸，隔河相望，就像我们听到的传说是一样的。古人看着这片星空，感慨两两相望却难以相守，所以就写下了喜鹊给他们搭桥，1年1会的七夕传说。
其实上这也不是银河真的要阻隔他们，而是宇宙规律注定他们要遥遥相望。神话呢，其实上是古人赋予星空的浪漫，用来弥补天地之间所有无法圆满的遗憾，也让每个人仰望星空的人有了美好的期许啊。所以所谓的神话里的岁岁相会，不过是古人寄托的一种美好祈愿。对，那七夕还有其他的风俗吗？那说到风俗，很多人不知道七夕的本源。我们现在就把七夕当成了告白或者是团圆的节日，但是在千百年前，七夕其实上没有情爱的标签，它反而是夏季夜空里的观星乞巧节，是古人对着星河许下心愿的专属日子。7月初七正值夏秋的交替时节，夜空澄澈通透，银河横贯长空，是全年观测牛郎织女的最佳时节。所以古人最重要的七夕仪式便是夜观双星，焚香拜星。当古人矗立在庭院去仰望星河，他们便以此寄托情思，祈愿顺遂，感念星辰的恒久与纯粹。除此之外，七夕最盛行的便是乞巧民俗。在古代，针线女工便是女子的立身巧手。传说织女星是聪慧灵动，擅长女工，于是每逢七夕，民间女子就会齐聚庭院，摆上瓜果，备好彩线，然后开始穿针乞巧、投针验巧等等趣味民俗。大家虔诚地向织女星祈愿，希望能够习得一份灵巧聪慧，收获一生平安顺遂，心意圆满。有人说，牛郎织女的星际异地是宇宙里边最极致的深情了。我们不妨认真地问问自己，如果是你，也愿意花费32年的时光去等一场跨越星际的回信吗？牛郎织女或许永世无法相见，可人间的温暖从来不会缺席。七夕的意义从来不是圆满的重逢，而是珍惜当下的相守。今晚夜色也正好，晚风温柔，不妨放下手机，和身边的人一起抬头，找找夏季的大三角，看看银河两岸的牛郎与织女，看看这场跨越光年的相望，读懂属于我们自己的人间浪漫。星空难得圆满，而当下的陪伴就是最好的七夕。永远不要停止思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